姆与路飞第一次交手就遭惨败，弹头岛的5个目标全部没有实现。为了除掉第一科学家贝加庞克，伊姆派出了3名 CP0 的成员，外加一台赤天使大熊。刚刚登陆弹头岛就遇到了草帽异火，陆奇开启猫猫果实觉醒能力，结果被路飞的武当吊打了一顿。卡库对战索隆也没有获得胜利，还导致司徒西叛变，帮助草帽团击败陆奇和卡库。得知草帽异火就在弹头岛，萨坦圣决定带上大将黄猿亲自出马，同时还让海军派遣了100艘军舰和多位中将，目标就是将草帽异火彻底铲除在弹头岛。面对太阳神尼卡形态的路飞，萨坦圣和黄猿联手攻击也没取得优势，好在靠着黄猿的输出干掉了贝加庞克本体，却导致公布世界真相的广播开启。萨坦圣只能召唤其他4位五老星登场，目标是让贝加庞克的广播停止。五老星的攻击一度让广播中断多次，但核心内容基本被世人知晓。未来世界会因为巨大战争沉入大海之中。第一位海贼乔伊波伊留下了大秘宝，还有3件能毁灭世界的远古兵器。毁掉露露西亚王国的就是其中之一的天王乌拉诺斯，可见阻止贝加庞克广播的任务基本失败。在此期间，萨坦圣还执意要铲除波妮，好在有大雄及时赶到，救下了自己的女儿。与此同时，路飞还让波妮变成尼卡模样，给萨坦圣狠狠揍了一顿，安全逃离弹头岛。在五老星和海军围杀草帽团期间，埃尔巴夫的巨人们抵达弹头岛，为桑尼号逃走清理出了起航的路线。与此同时，路飞的尼卡形态唤醒了巨大机器人艾米特，释放乔伊波伊封存在他体内的霸王丝，直接将5个老头从怪物形态打回原形，只留下萨坦圣一个人留在弹头岛，继续抹杀草帽异火已经不可能实现。在此期间，路飞还见识到乔伊波伊的霸王色，对他来说又能进一步提升战斗力。五老星不仅没有干掉路飞，反而提升了他的实力。虽然贝加庞克的本体已经除掉，目前还有分身莉莉丝活着，拥有本体所有的信息，除掉贝加庞克的任务也不算成功。萨坦圣来弹头岛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带走分身约克，以及能启动天王的母火种。当下黄猿已经完全失去战斗的能力，所谓的100艘军舰也不是巨人族的对手，只要草帽异火反击，绝对有机会干掉萨坦圣。如果让路飞知道是母火种毁掉了露露西亚，他绝对会返回弹头岛将其彻底摧毁。纵观整个弹头岛战斗，伊姆出动了 CP0、五老星、大将黄猿，还有海军的100艘军舰，不仅没能干掉贝加庞克和草帽异火，也没能阻止广播向世人宣告历史真相。这一次对抗，伊姆算是彻底败给了路飞。与罗杰至今未解开的5个秘密，他到底有没有欺骗整个世界呢？第一件，罗杰从拉夫德鲁归来之后，就曾告诉海贼团的所有伙伴，下一任海贼王将会是自己的儿子。当时还有人笑他连老婆都没有，自己的孩子怎么可能当海贼王？后来罗杰与陆九生下了儿子艾斯，不过在顶上战争被赤犬干掉。目前来看，只有路飞能当海贼王，也难怪有海米说路飞才是罗杰的儿子。第二件，在罗杰的船上一直放着一个蛋，当年金狮子在对战罗杰的时候说过，让他带上古代兵器给自己当小弟。有人说那个蛋是3件古代兵器之一，不过现在远古兵器的下落已经确定，那个蛋是什么恐怕不会有答案了。第三件，雷利曾说过，在抵达拉夫德鲁的4年前，罗杰突然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，他本人不是能力者，也不会被恶魔果实反噬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病要了罗杰的性命？第四件，据说在神之谷大战之前，罗杰将一个国家的部队全歼，后来与内格利交战的时候，也把他的所有同伴都干掉了。对战斯库亚德的海贼团时，又干掉了除了斯库亚德之外的人，可见罗杰有着海贼凶残嗜血的一面。第五件，罗杰在被海军处刑的时候说过，他把自己冒险得到的所有宝藏都放在了某个地方，让世人出海去追寻那笔财富。我们知道罗杰在得到玉田之后，已经把船上的财宝都给了白胡子，他并没有所谓的财宝留在拉夫德鲁。不得不说，罗杰说谎话是眼都不眨一下。白胡子手下最弱的5个同伴与草帽团对位时将被完全碾压。第8船长巴斯克乔特，人送外号大九，吃下了超人系99果实，具备什么能力暂且不知，擅长用火焰攻击，不过战斗力却特别差。在蜂巢岛对战卡普，结果被一拳头秒杀。他的对手应该是草帽团的音乐家布鲁克，整天给人一种老不正经的感觉，遇到危机时却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布鲁克的黄泉果实具有一定的冰冻属性，曾经在蛋糕岛冰封过吃下热果实的欧文，与乔特对战，布鲁克绝对不会处于劣势。第9船长毒 Q 整天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，吃了超人系病果实，可以改变对手的性别，遇到霸气强悍的敌人一点作用也没有。他身为黑胡子海贼团的船医，将会与乔巴对战。别看乔巴吃了人果实大怨种形态，开启狂暴模式能挡住4皇大妈的攻击，单从战斗力上看，乔巴可以说能碾压毒 Q。即便乔巴被毒 Q 用病果实变成女性，也可以制造出解药恢复原状，获得胜利。第7船长圣胡安饿狼吃下了膨胀果实，本来就属于超大的巨人，现在的体型堪比一座岛屿。他在蜂巢岛对战卡普被瞬间秒杀战败，整体实力最多能比肩级别高一点的海军中将。不出意外，饿狼的对手将会是弗兰奇。在弹头岛，弗兰奇的表现很好，能一拳击败以为中将，而且弗兰奇的大将军可以发射镭射光线，击败圣胡安饿狼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拉斐特是黑胡子海贼团的航海士，
在顶上战争期间的赏金也才4420万贝里。他的果实名称还未公布，可以从身后长出一双翅膀，还能催眠敌人让其乖乖听话，很可能是某种动物系果实。拉斐特曾一个人闯入马林范多，参加战国召开的七武海会议，当着鹰眼等人的面帮黑胡子搞到七武海之位，还有魔鬼警察的称号，整体实力应该和飞六包差不多。他的对手会是同样身为航海士的难美，不过难美有了宙斯之后，输出能力甚至能比肩准将级强者。对抗百兽海贼团时就击败过飞六包沃尔提，打拉斐特难美可能会陷入苦战，但最终结局一定是获胜。黑胡子让巴沙斯当第一船长让人难以理解，虽然有着冠军的外号，战斗力确实非常一般。去德雷斯罗萨企图偷袭路飞抢夺橡胶果实，被萨博一招火焰龙王按在地上摩擦，即便吃下了超人系莉莉果实，战斗力也不会提升太多。他的对手应该是草帽一伙的厨师山治。这场战斗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山治瞬间将巴沙斯秒杀。不过草帽团谁会对战前海军大将轻视呢？田在 SBS 中明确陆琪的战力上限，难怪索隆只用一招就能将其砍倒。作为800年以来最强的 CP9 成员，陆琪在司法岛被开挂的路飞击败后，不仅没有被世界政府的人关入监狱，还在2年后以更强的 CP0 身份登场。面对刚刚当上海军元帅的赤犬，陆琪也是完全没给面子，命令对方给自己派10艘军舰，对战刚吃下自然系烧烧果实的萨博。虽然没有分出胜负，场面上也没有落下分，而且 CP 组织作为谍报机关，对手一直是龙的革命军。当初巴沙斯无意中发现革命军的老巢，就是陆琪带着 CP 组织第一时间抵达现场。虽然多拉格已经带领革命军提前撤退，陆琪还是与黑胡子一伙爆发了战斗，结果是黑胡子海贼团被 CP 组织赶走。陆琪有如此强悍的战力表现，一度被认为达到了4皇级别，也让人觉得他是靠实力晋升为 CP0 的。不过陆琪在弹头岛的表现很一般，使用动物系果实觉醒能力对抗武当路飞，结果全程被吊打的毫无还手之力。而且陆琪没有展示出特别强悍的霸气运用，武装色不会留应用法，见闻色也没有预见未来，更加不会最顶级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后来对战索隆场面上还算是五五开，当索隆被山治嘲讽的话彻底激怒后，仅仅用了一招3刀流就将陆琪砍倒在地。如此拉胯的表现何来的4皇级实力？在最新的海贼王单行本 SBS 第109卷中，尾田公开了陆琪几人成为 CP0 的历程。他们发现地下世界的一些大人物们正在与第6层囚犯和斯潘达姆的父亲串通，企图在世界政府中搞一次渗透计划。陆琪将这个计划揭发后，并粉碎了这个组织，因此 CP9 的那群人全部晋升为 CP0 成员，并不是靠着强悍的实力征服五老星才晋升的。陆琪的战斗力相比在司法岛对战路飞，也就提升了一项动物系果实觉醒能力，三色霸气的运用还比不过卡塔普利，整体实力很难达到4皇团副手的水准。索隆能击败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记，一招3刀流砍倒现在的陆琪也是情理之中。是黑胡子口中过气的糟老头子，38年前击溃世界最强的洛克斯海贼团，能一拳打爆赏金5亿的铁头功大师青椒。罗杰认可他能将自己关入海底监狱，他是差点拧下赤犬脑袋的海军中将，一个人单挑半个4皇海贼团不落下风。亲自认可他有干掉海军大将的实力，却为了救徒弟被贯穿身体下落不明。他就是海贼王战力天花板蒙奇蒂卡普。38年前天龙人在神之谷举办狩猎活动，洛克斯带着旗下海贼团来抢夺恶魔果实，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按在地上摩擦，直到卡普登场才扭转战局，将洛克斯海贼团彻底击溃。从此卡普被世人称为海军英雄。不过当时神之骑士团也在场，罗杰海贼团也参与了战斗，打败洛克斯并不是卡普一个人的力量。在追捕罗杰海贼团的期间，卡普也没有闲着，用8座大山练拳，朝着铁头功大师青椒的脑袋结结实实轰了过去，也断送了青椒一辈子的财富梦想。赏金5亿的青椒却不敢找卡普算账，而是把仇恨转移到他的大孙子路飞身上，明显是在畏惧卡普的强悍实力。卡普与罗杰争斗了几十年，也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，个人的战斗力自然不会比罗杰差很多。就连罗杰本人也说过，要想把他关入监狱，必须卡普或者战国亲自出马才行，肯定了卡普的实力，也间接表明战国妥妥的超4皇级别。在顶上战争，卡普的出手并不算多，见到不死鸟马尔科朝着处刑台飞来，企图在海军大将不在场时救走艾斯，卡普高高跃起一拳将其从空中击落。小马哥一脸无奈的表情，也是认定完全不是卡普的对手。顶上战争过去了好多天，马尔科的脖子依旧缠着绷带，足以证明卡普那一拳头的威力比黄猿的大招8尺琼勾玉更加强，得到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。黑胡子自认已经天下无敌，扬言要毁掉海军基地马林范多，元帅战国立马变身成大佛形态，与黑胡子的阵阵果实展开对轰。巴沙斯跳出来企图偷袭，结果被卡普一拳击落。直到香克斯登场终结顶上战争，卡普除了额头被路飞打伤外，没有受到一丁点伤，可见黑胡子海贼团的那帮人还没有能给卡普造成伤害的实力。黑胡子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被冥王雷利阻止，乖乖离开。
他将海军大佐克比抓回蜂巢岛，企图用他的性命与吴老星做交易，让蜂巢岛成为世界政府的加盟国。卡普得知徒弟被抓走后，立马带着 SWORD 小队攻入蜂巢岛，一招银河冲击差点毁掉一座城镇。袁大将亲至第一个站出来阻挡，结果被一招海底落下打入地底之下。重新爬回地面的亲至已经满脸是伤，明确表示卡普有杀掉自己的实力。可见当年在马林范多大战中，卡普要拧下大将赤犬的脑袋，一点也没有吹牛，确实有那个实力。还是曾经的海军溪流对卡普了解，用攻击克比的方式展开偷袭，妖刀雷雨成功穿过卡普的腹部。为了掩护年轻的 SWORD 小队安全离开，卡普拖着重伤的圣体一拳打爆恶政王，为克比击碎巨大手掌争取了机会。最终卡普惨遭黑团成员围攻，战败之后具体下落目前还没有确定。当时莫利亚和佩罗娜也在蜂巢岛，难道是他们二人将卡普救走了吗？老星糟蹋掉4个神级恶魔果实，创造出一皇一神两大将级强者。当年汉库克3姐妹在玛丽乔亚当奴隶，天龙人在一次娱乐活动上逼迫他们吃下恶魔果实，汉库克所吃的就是超人系甜甜果实，拥有将一切事物变成石头的能力。配合汉库克的绝世容颜，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。就连4皇黑胡子也明确表示，没人能够躲避他的攻击，即便是能力者被杀掉，被石化的人也不会复原。也难怪黑胡子会去九蛇岛将其占为己有。据说甜甜果实还是一颗双生恶魔果实，除了有超人系石化能力，还有动物系海妖美杜莎的力量。如果当年吴老星把它给海军中的人吃，现在赤犬手底下就会多一位准大将级强者。38年前，天龙人在神之谷举办狩猎活动，吴老星拿出7个恶魔果实当奖品。洛克斯海贼团抵达后，夏洛特00第一时间去抢果实。小时候的暴君熊在情急之下吃掉一个，后来才知道是超人系肉球果实，具有拍飞一切的能力，甚至连人体内的伤病也能拍出来。在香波地群岛，大雄主动介入黄猿和雷利的战斗，当着海军大将的面将草帽一伙全员救走，也能体现出他拥有不输黄猿的战斗力。夏洛特00也在神之国得到一颗恶魔果实，就是动物系鱼与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，后来被他送给了老情人凯多。正是靠着那个果实的帮助，凯多一步步成为4皇，也被称为世界最强生物，赏金高达46亿1110万贝里。凯多能变成一条巨龙，制造火焰狂风和雷电攻击。吴老星也很后悔失去了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才让贝加庞克用凯多的基因去开发人造果实。如果伊姆手底下多一个强如凯多的人，还会担心多拉格率领的革命军吗？萨坦圣曾做过一个实验，提取果实基因让人获得能力。小时候的波妮就是试验品，掌握了超人系碎碎果实，可以用扭曲时空的方式改变他人的年龄，也能变成未知世界的人物进行战斗。随着能力者的认知丰富，果实能力也就随之下降，因此黑胡子嫌弃波妮太弱，不愿意让他当同伴。在最新的海贼王1118话中，波妮在路飞的鼓励下变成尼卡，可以用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进行战斗。不过波妮的霸气修炼不强，整体实力还不能匹敌路飞。萨坦圣看到这一幕，必定后悔浪费了碎碎果实吧。吃了攻击力最顶级的岩浆果实，一招明狗打掉世界最强男人半张脸，唯一的海贼王罗杰也会被他2拳打倒。他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海军大将，独自一人赶走准4皇级别的海贼团，却被赏金不到1亿的海贼劈开身体。他就是坚持绝对正义的萨卡斯基，一个永远不敢与4皇正面硬刚的男人。顶上战争刚刚开打，白胡子率先进攻，引发巨大海啸，亲至一招冰河时代封住整个海面。钻石乔兹趁机掀起冰块扔向处刑台，赤犬缓缓起身发动自然系岩浆果实，一招大喷火将巨大冰块瞬间蒸发殆尽，随即迸发出无数个岩浆弹从天而降，整个战场变成一片熔岩火海。白胡子举起从云切接住一个岩浆弹，嘲讽赤犬是点蜡烛的小鬼头，吐出一口气熄灭熊熊燃烧的火焰。赤犬没有上前战斗，只敢嘴炮输出，扬言要给世界最强男人送葬。他找到与罗杰有过恩怨的斯库亚德，谎称白胡子已经与海军高层达成协议，用下属所有海贼团的性命来救艾斯。傻儿子斯库亚德居然真得相信了，朝着自己老爹的胸膛就是一招孝子剑。身受重伤的白胡子亲自下场战斗，一招空阵打得海军小兵漫天飞舞。此时的赤犬才敢亲自对抗白胡子，脚踩无上大快刀从云切，
与世界最强男人展开对轰。无奈白胡子的身体已经达到极限，赤犬趁机朝其胸口挥出一记岩浆拳头。路飞从处刑台救下艾斯之后，白胡子向伙伴下达最后的船长命令，让所有人快带逃走回到新世界，自己留下来给他们断后对付海军。赤犬却在此刻站了出来，嘲讽白胡子是失败者，不敢与罗杰战斗，激怒年轻气盛的艾斯留下来战斗，仗着岩浆果实是烧烧果实的上级，击败赏金5亿5千万贝利的火拳艾斯，转头还想把龙的儿子路飞一并干掉。艾斯用身体挡住岩浆拳头救下弟弟，干掉艾斯的赤犬依旧没有打算放过路飞，甚凭舍弃性命才勉强挡住岩浆拳头，却被赤犬嘲讽实力太弱，不配与大将动手。卡普见到大孙子有生命危险，径直朝着赤犬走去，嘴里念叨着要拧下他的脑袋。战国见状一巴掌将卡普按在地上，这才避免赤犬被海军英雄一拳打爆。马尔科与比斯塔也在此刻出手救路飞，忘记使用武装色霸气，没有打伤赤犬，反而被嘲讽是不会用霸气的菜鸟。失去儿子的世界最强男人彻底愤怒，朝着赤犬的脑袋就是狠狠的一拳。赤犬也没有怂，打掉白胡子的半张脸，还趁机朝着对方胸口来了一拳，不过还是被白胡子抓住脖梗扔向空中，结结实实吃下缠绕震动波的一记重拳，随着崩塌的地面一起跌入裂缝之中。重新回到地面的赤犬依旧不打算放过路飞，伊万科夫第一个站出来阻挡，一拳都没能挡住就被打飞了出去。盛平抱着路飞跳到空中也没能躲避追杀。就在赤犬准备给出最后一击的时候，克洛克达尔一招沙漠大剑将其身体劈开。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们也赶到，也没能阻止赤犬追杀路飞的脚步。此时的赤犬已经彻底杀红了眼，就连同为海军的科比也要一并干掉。挥出的岩浆拳头却被香克斯挡住，也吓得赤犬脸颊流汗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他很清楚眼前这个男人的真正实力，但凡敢继续战斗，脑袋铁定会搬家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赤犬一个人去找黑胡子交涉，吓得黑胡子带着全团成员立马逃走。战国辞去海军元帅的职务后，推荐卡普的大弟子亲自接任，吴老星则希望赤犬成为下一任元帅。两人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，最终亲自被打断一条腿离开海军。赤犬则升职加薪，抽起雪茄当元帅，却丢了男人最重要的东西面子。吴老星当众骂他的面子不值一提，藤虎也在电话中对他这位海军元帅，甚至连 CP0 的陆琪也敢命令他做事。相比顶上战争，赤犬本人也变怂了很多，不敢主动派兵去和之国对抗两位四皇。即便是让绿牛去处理百兽海贼团，也强调千万不要招惹新任四皇草帽一伙。如此来看，元帅赤犬还具备四皇级战斗力吗？罗杰海贼团已经有9位船员下落公开，其中5人一直在保护路飞成长，还有1个人为了路飞违背吴老星的命令。抵达拉夫德鲁之后，罗杰将海贼团解散，伙伴们都去了哪里一直没有交代过。贝加庞克也说过，他们就像消失了一样。光月玉田回到了和之国，为了夺回将军之位，被大和欺骗了5年。得知罗杰被公开处刑后，带着赤鞘武士找百兽海贼团决战，虽然砍伤凯多的腹部，却被黑炭木残算计战败。为了救赤鞘武士经历油锅之刑丧命，船医库洛卡斯一直在双子甲岛当灯塔看守员，一边陪着鲸鱼拉布等待伦巴海贼团归来，一边维护着东海的安宁，确保路飞能够安全成长。顶上战争开始前，一个头上有纹身的人出现在东海，有人说他就是罗杰海贼团的同府贾巴。难道他在罗杰海贼团解散后，也隐居在东海保护路飞吗？艾利欧是罗杰船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色，他戴着圆帽子，留着小胡子，喜欢穿印花色的衬衫，从穿着打扮上看很像是风车村的村长。也难怪卡普敢把艾斯和路飞交给达旦抚养，原来是有罗杰海贼团的成员保护着2个小家伙。雷利一直隐居在香波地群岛养老，家里有夏琪当女伴，还经常出去找小美女。不过在遇到草帽一伙之后，雷利的悠闲时光彻底结束。2年间当路飞师傅传授3种霸气的用法，现在路飞成为真正的四皇，还得保护他的媳妇汉库克。香克斯作为罗杰海贼团的实习生，也是帮助路飞最多的人，在东海让路飞吃掉橡胶果实，还救下过路飞一条命。顶上战争带着红发团去马林范多，又救了路飞一条命。世界会议期间来到玛丽乔亚，让吴老星注意黑胡子的动向。路飞在和之国击败凯多后，香克斯又帮助他赶走大将绿牛，他绝对是路飞成为海贼王的最大帮手。其实巴基对路飞的帮助一点不比香克斯少。送别自家船长罗杰后，他就在东海发展。得知路飞要去伟大航路后，他也率领巴基海贼团出发。后来在推进城帮助路飞找艾斯，也是越狱的功臣之一。路飞在马林范多对战海军，他就在背后用电话重蹈战国心态，最后还抱住昏迷的路飞和圣品，躲避赤犬岩浆拳头的攻击。巴雷特在罗杰抵达拉夫德鲁前已经下船，随后靠着强大的实力把海贼世界搅得天翻地覆。卡普和战国联手出动屠魔令，才将他体力耗尽关入推进城。巴雷特在监狱获得果实觉醒能力，趁着路飞大闹海底监狱获得自由，企图利用通往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消灭所有海贼，最终倒在路飞的拳头之下，再次被关入监狱。有粉丝发现搞新闻的摩根斯很像是罗杰海贼团的一位成员，
他们的帽子上都有相似的3个圆点，而且都有着标志性的黄色。这种推测的合理性暂且不管，如果摩根斯真的是罗杰船员，他拒绝吴老星搞假新闻，放出武当的模样，确实对路飞有帮助。为了让索隆成为世界第一大剑豪，尾田居然削弱了2皇级2大将级强者。在所有的皇父之中，岩灾进的赏金最高，有13亿9千万贝里，比4皇守门员马尔科还高，而且他还是被称为神的远古露娜利亚一族。本以为他有接近大将的战力，却没有对索隆造成很大困扰。当索隆觉醒霸王色征服妖刀炎魔，一招飞龙式即便将其击败，不仅没有展示露娜利亚一族的强悍基因，也没有使用果实觉醒能力，更加没有强大的3种霸气用法。当下霸王色和觉醒多如牛毛，只能说岩灾镜被削弱了。进入弹头岛后，索隆的第一个对手是 CP0 的卡库。面对曾经击败自己的对手，卡库第一时间开启果实觉醒，索隆都没有使用最强的3刀流，在场面上就能完全压制卡库。如果不是司徒希让卡库晕倒，用不了多久索隆就能将他击败。卡库是 CP0 的强者，外加果实觉醒能力，实力应该接近准大将。不过从对战索隆的表现来看，最多也就海军中将的水平。海军之所以敢废除七武海制度，就是因为贝加庞克制造了炽天使。CP0 的陆奇也曾表示过，他们的战斗力一点不输本体。炽天使鹰眼在九蛇岛对战黑胡子，单从场面上看一点不落下风，黑胡子也是一脸惊恐的表情，甚至还使用暗暗果实进行战斗。可见陆奇说炽天使有本体实力的话一点也不错。不过 S 鹰眼在对战索隆的时候，整体战斗力明显弱了一个档次，从头至尾都没有展示出优势，更加没有表现出堪比剑豪鹰眼的实力。成为 CP0 的陆奇与萨博有过战斗，战斗力很接近，没有分出胜负。外加陆奇能轻松秒杀老蔡雷欧，一度被认定有海军大将的实力。开启果实觉醒对战武当路飞，虽然被全程压制，也算有一战之力。后来与索隆对战，前期的表现还不错，场面上占据一定优势，最终却被索隆一招3刀流击败，动物系的恢复能力也没展示出来，整体实力比对战路飞时明显弱了一个档次。吴老星在弹头岛登场后，从表现上看都有4皇级别，不仅拥有果实觉醒和霸王色，还有堪称不死的超级再生。内斯受狼圣手持最强妖刀初代鬼彻，轻松干掉和平主义者。他也被认定是索隆登基最强剑豪，必须击败的对手之一。不过内斯受狼圣在解决波尼时，战斗力好像变弱了一个档次，不仅被山治一脚踹飞，攻击也不能对山治造成伤害。这样的内斯受狼圣，还能让索隆的实力再度进化吗？乔伊波伊的伙伴中有4个人已经确定，还有2个人尾田也给出了相关依据。随着贝加庞克公布消失的100年历史，我们也知道乔伊波伊曾经是第一位海贼，他的海贼团独自对抗伊姆率领的20个国家，只不过最终乔伊波伊还是战败了。那么陪他一起征战的同伴都有哪些人呢？佐乌岛的相主可以确定是其中之一。路飞在鬼岛屋顶对战最强生物凯多时，他曾来到和之国的近海准备帮忙。桃之助表明相主就是乔伊波伊的伙伴，不知道当年犯下了什么错误，被惩罚在大海上不停行走。相主能帮助和之国开国，也是让冥王重现的关键钥匙。光月家族的祖先也是乔伊波伊的伙伴，目前只有光月一族能在红色石头上刻字，同时他们也拥有解读远古文字的能力。乔伊波伊败给伊姆之后，在世界各地留下历史正文，正是他的同伴光月一族的祖先把文字刻在了那些石头上。第3个确定的乔伊波伊伙伴就是藏在弹头岛的巨大机器人，他在几百年前攻击过红土大陆，无奈在能量耗尽之后战败，贝加庞克将他搬运到弹头岛，研究多年也没有找到启动的方法。路飞对战吴老星使用解放之谷后，巨大机器人也苏醒过来，目前正在帮助路飞对抗海军，也会帮助草帽团逃离弹头岛，期待路飞与伊姆的最终战斗。这个巨大机器人也会登场。乔伊波伊的第4个伙伴就是停靠在愚人岛的诺亚方舟。已知乔伊波伊是一位巨大战士，他的海贼船肯定不会比巨人族的船小。结合乔伊波伊和愚人族的约定，以及他把诺亚方舟停靠在愚人岛，不难确定他就是乔伊波伊曾经的海贼船。乔伊波伊还有2个伙伴，从剧情中也可以推断出来。第一个就是宾克斯，是创作音乐宾克斯美酒的人，不管是香克斯的海贼团还是草帽一伙，都有一位音乐家，乔伊波伊的海贼团也不会例外。宾克斯的美酒是海贼们传颂的曲目，创作它的人很可能也在第一位海贼的船上，是否可以推断宾克斯也是乔伊波伊的伙伴呢？第2个是800年前愚人族的公主，贝加庞克说消失100年里发生的那场战斗，能毁灭世界的远古兵器也参加了，导致海平面上涨200米，淹没了原本的大陆。结合乔伊波伊允诺让愚人族到太阳下生活，可以推断出作为海王波塞冬的愚人族公主也是他的同伴。难道说乔伊波伊为了爱人愚人公主，才率领海贼团与伊姆对抗的吗？知道从和之国归来的索隆有多狂妄吗？评价凯多是扭来扭去的一条蛇，吓得世界最强剑豪鹰眼满脸冷汗。此时在弹头岛的研究层上， CP0 的卡库见到老对手索隆很兴奋，2人的战斗也看不出谁能占据上风。卡库虽然表现得一脸轻松，却主动开启了长颈鹿果实觉醒形态。司徒希和陆奇还在讨论
如何才能将贝加庞克干掉？4台炽天使突然从天而降，他是主动参战帮助 CP0 的几个人。弗兰奇和贝加庞克的分身立马出动帮忙，山治却在替索隆担忧，没找到大秘宝就要牺牲了，结果被船霸娜美狠狠教训了一顿。变身完成后的卡库立马向索隆发起攻击。当年在司法岛被击败后，一直想着有一天能找索隆报仇，附着武装4的长鼻子攻击却没有起到一丁点效果。索隆略微不屑地来了一句：“反正砍死了都是一具尸体，在和之国打弯弯曲曲的东西太烦了。”贬低卡库的同时，还顺带把凯多嘲讽了一顿。此时 CP0 的陆奇下令毁掉实验室，4台炽天使各显神通发起一轮猛攻，司徒西却在此时变成吸血鬼形态，咬了卡库一口，让其乖乖昏睡过去。原来他是洛克斯海贼团 Miss 巴金的克隆人，陆奇也感到十分惊讶，没想到他会成为自己的敌人，立马发动纸枪攻了过去，却被对方用指挥残影躲开。司徒西拿出海楼式口红，抱住陆奇，朝着脖子咬了一口。见到卡库和陆奇双双倒地，索隆以为是对手发生了内讧。司徒西表明不会伤害草帽一伙，他是贝加庞克安排的卧底。炽天使们却没有停手的意思，他们还在持续破坏实验室。SSG 鹰眼拔刀砍向莉莉丝，斩击却被索隆挡了下来，两人也随即战成一团。场面上明显是索隆占据优势，曾挡住4皇黑胡子的 SSG 鹰眼也被索隆吓得脸颊流出冷汗，可见索隆当着卡库嘲讽凯多，也确实有狂妄的资本。弗兰奇也在此时赶到，接住从空中掉落的莉莉丝。山治在娜美的命令下救下了爱迪生，在贝加庞克分身的命令下，4台炽天使主动停止攻击。索隆还想着研究炽天使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听到山治的嘲讽后，两人立马又打了起来。不过草帽一伙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，大将黄猿正陪同着萨坦圣带着100艘军舰赶来弹头岛。加庞克研制的炽天使战力排名，小明哥只能排第4，最强一位有4皇级别，在所有7武海之中，莫利亚就是最弱的一位，不仅自身的体术和霸气很差，银银果实的能力也很垃圾，用他的基因制造成炽天使，战斗力肯定会垫底，即便制造出庞大的僵尸军团，遇到海水也会瞬间失去战斗力。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盛平和莫利亚有过交战，结果是盛平一招焦瓦正拳将其轻松秒杀。盛平是鱼人，擅长在大海中战斗，贝加庞克把水果实的能力附加给了炽天使盛平，战力排在第6名，比炽天使莫利亚略微高一些。不过在弹头岛对战山治，炽天使盛平被打断一条胳膊，相对盛平本人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。别看当年克洛克达尔的赏金只有8100万贝里，却能在顶上战争挡住世界第1剑豪鹰眼米霍克。巴基登基为4皇之后，老沙的赏金涨到19亿6500万，整体战斗力应该比赏金11亿的盛平高。如果贝加庞克给老沙附加一个强悍的能力，他绝对有准大将级实力排在第5名。当去马林范多对抗白狐的多弗朗明哥与老沙也有交战，从场面上看两人的战斗力属于同一级别，不过多弗朗明哥对线线果实的开发堪称完美，炽天使明哥绝对能排第4，比炽天使老沙略微强一点。炽天使大雄在弹头岛的表现一点不亚于暴君雄本体，肉球果实的能力被展示的淋漓尽致。CP0 的陆奇也认为炽天使大雄的实力不输本体，即便是面对4档路飞和陆奇的联合攻击，炽天使暴君雄也有一战之力，整体实力排在第3名。第1美女汉库克有多强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答案。前元帅战国曾说过，汉库克有霸王色，实力接近海军大将。汉库克之所以如此强悍，离不开甜甜果实的神级能力，就连4皇黑胡子也表示忌惮，没有信心能躲避石化攻击。炽天使汉库克增加了镭射光线以及露娜利亚一族的基因，整体实力完全不输女帝本体，比小暴君雄略强，排名第2。最强的炽天使毫无疑问就是小鹰眼，他在九蛇岛单挑4皇黑胡子，从场面上一点不比对方弱，而且他还没有展示出恶魔果实的能力。对战索隆和卡库的联手攻击，也没有轻易被2人击败，将拥有果实觉醒能力的卡库打成重伤。可见炽天使鹰眼真的有堪比本体的4皇级战力。这年被罗杰打败的顶级强者们，卡普打赢他们居然还需要靠外人帮忙。洛克斯海贼团在神之谷覆灭之后，作为成员之一的金狮子是最先成为大海贼的人，他率领飞空海贼团的100艘舰船，在艾特沃尔与罗杰进行决斗。起初金狮子一度占据上风，差点将罗杰海贼团彻底击败，无奈命运不好遇上暴风雨，结果脑袋被开了瓢败给罗杰。后来得知罗杰向海军自首后，金狮子一个人闯入马林范多，驻守的一半海军被干掉，卡普迫不得已联手战国出马，鏖战3天3夜才将其击败，关入推进城。假如卡普一个人与金狮子交战，谁胜谁负还真的不好说。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已经多次向罗杰发起挑战，后来为了击败罗杰，加入罗杰海贼团，却没有一次获得胜利。那时的巴雷特也经常与雷利交战，据说每一次都是打成平手。在九蛇岛赶走黑胡子后，雷利表示自己老了打不过黑胡子，可见年期17的冥王雷利绝对有4皇级别。难道说10几岁的巴雷特已经拥有4皇战力了吗？得知罗杰身患绝症之后，巴雷特决定下船出去闯荡。
很快便靠着强悍的战斗力，将整个大海搅和得天翻地覆。海军迫不得已让卡普和战国一起出动屠魔令，硬是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，才将其抓住关入海底监狱。如果让卡普或者战国一个人去，想抓捕巴雷特都非常困难。多年后，巴雷特从推进成越狱，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海军让黄猿和藤虎联手，外加多名中将一起出动屠魔令。此时的卡普也发出感叹：罗杰死后，巴雷特彻底失去寄托。从他无奈的表情也可以看出，对巴雷特的强悍实力很认可。当年罗杰和白胡子称霸大海时，还有一个红伯爵能匹敌他们，不过红伯爵没能成为海贼王，应该是争夺大秘宝败给了罗杰。后来海军出动当时的元帅钢骨空去逮捕红伯爵，卡普也参加了那场战斗，只不过没有出手，在一旁观看。等到双方耗尽体力的时候，才将红伯爵抓走，关入推进城。可见当时卡普的战斗力还没有资格与红伯爵交手。